So, you're planning on coming to China, or you're just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not to do in China. What? 大家好，我是 Jada。大家好，我是苏苏，欢迎来到 Down to Earth Chinese. Yeah! I'm sorry, 不好意思。造型全乱。Welcome. 欢迎。我们这个 channel 主要是做一些真实、接地气，关于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一些内容。对的，就是那些你基本上不会在书本里学到的中文。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提高你们的听力，所以我们的 channel 会以中文为主。环境 number one。环境 number one. That's why our English has never gotten any better. 你当我听了吗？所以在中国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有哪些？我们直接开始吧。Go， 跟你很像。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是不是骂我是狗？不不，在中国千万不可以说别人像狗。对，虽然说狗狗很可爱，而且很多中国家庭都会养一只毛孩子，他们也很爱狗。毛孩子是中国人对猫猫狗狗这样宠物的昵称 ，They're called hairy babies。对的，像我们家呢就有2个毛孩子。但是口语中，狗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可能会说杰里德，你也太狗了吧？你也太狗了吧？意思就是杰里德很差劲。喂，反正狗在口语中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像狗东西、狗东西、狗屁、狗屁、狗男女、狗男女，就虽然说没有到脏话的级别，但是已经具有很强的侮辱性了。如果你不想跟别人吵架的话，我建议不要把这个人和狗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不要说别人像狗 ，cause the word is just quite rude in Chinese. Alright， 下一个。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Is food almost done, bro? You've been cooking for half an hour now. 在中国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意思就是吃饭很重要，但是在中国吃饭的规矩很多。听这个意思，你好像很经常受到委屈啊。 Story of my life， 我学不会。大家肯定都知道，在中国吃中餐，我们的餐具一般会用筷子。但是呢，你不要看啊，筷子只是简简单单的2根棍儿，其实它的规矩很多。是的，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在中国吃饭用筷子敲碗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中国敲碗象征着乞丐，因为一般乞丐会通过敲碗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然后路人会把那个钱扔到碗里。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家长们会觉得你这样敲碗会把家里的好运气都敲走，然后家里就会被你越敲越穷。反正啊，我听说在家里面，如果说小孩子像杰里德刚刚那样噔那样敲碗，大概率是会被家长狠狠的教训的。你被骂过吗？我没有敲过碗。You're perfect. 总之，我听说现在中国很多规矩不太讲究了，但是敲碗是仍然不允许的。下一个。哦，对了，我忘了最重要的东西。好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一般我们吃的主食是米饭。然后米饭如果说你盛一碗的话，就是满满的，它就会一碗，然后这样凸起来很扎实。是。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放筷子，你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put your 筷子 here, it's overflowing. You don't want to put your 筷子 on the table because you might think it's dirty. So like, what's your first reaction then? No! 这个真的是人的本能，非常流利的肢体选择。Just don't do it though. Don't do it. I see you have that bowl of rice in your hand and your chopsticks in the other hand, and you just wanna. But don't do it. I know it's tempting. But don't do it. Just don't do it. 这个有2种说法，一种是因为筷子插在米上，特别像是祭拜石头的香，不吉利。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在祭祀的时候，考虑到去世的人和我们活着的人不一样，他们就没有肉体了嘛，他们就是像灵魂一样在空中飘。那你如果说给他一个筷子的话，他就会不方便吃。所以呢，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就会把筷子插在食物上，然后这样就可以方便先人去享用。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把筷子插在米上，
都是跟祭祀有关系的。对，所以你在生活里如果说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在诅咒别人或者诅咒你自己，就很不吉利。所以你千万不能在饭桌上这样做。那我要是给自己查，我也不介意啊。老实说，有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图方便也会这样，对吧？但是就还是不太好。不管你介不介意，或者我自己不介意，最好你跟别人吃饭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对，因为你还是要尊重别人的感受嘛。A lot of Chinese people care about this thing called 吉利，最好就不要做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赶紧讨论一点阳间话题吧。All right, next。今天开会呢，就一个主题，给我提意见，这个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和负担啊，没有事儿，随便提。我们每天加班太多，工资太少，大家都觉得工资太少，对不对？工资太少，谁？所以你这个工作没了吧 Yeah, I got fired right then and there. 关于这个点啊，我说实话，我可能还没完全习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如果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会想直接回答的。当然，我现在应该比以前好一些。应该。那你觉得我这件衣服今天穿的是不是有点点显胖？说实话吗？还行。我觉得啊，其实这一点就是特别中国特色的点，因为在中国大家都很要面子。然后如果说你不给别人面子，别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他就会很不开心。I feel like you're rapping. 在中国，面子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自尊和尊严的体现。Pretty much, 面子 in English is like someone's pride and dignity all in one. If you make someone feel awkward or embarrassed, then you've made them lose face. Or in Chinese, 没面子。For example, 刚刚苏苏的那个问题。哎，你觉得我今天这件衣服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显胖？我觉得不是你的衣服哎，你是不是最近吃太多了？像刚刚杰里德的回答呢，那就是完全没有给我面子。那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啊，挺好的呀。怎么了？你最近是不是又偷偷减肥了？感觉你瘦了。你有没有搞错？横条纹这么显胖，你穿还这么好看，没有你这样的身材，谁敢穿啊？另外呢，你要尤其注意，不能让你的长辈啊、领导啊、老师啊这种地位比你高的人感觉到没有面子。没错，我感觉啊，大家问你，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一般是想要一个正面的回答，也不能说是所有吧。如果说他真的是想要你给他一些批评意见的话，我们回答的时候也得要注意你的那个表达方式，你要委婉的，就是很考虑对方感受的去跟他说。委婉的，对，没错，也不是说不能批评别人，但是要看你的说话的方式，特别像是在中国这种比较含蓄的国家，你要格外的注意。是的。Next。哦，老板，车到了。老板，你坐前面。在中国，一般这个汽车后排的这个座位叫老板座，顾名思义，就是给老板坐的位置。对，我就感觉我们这边会比较喜欢那种长的车， Yep， 叫长轴距，就是后排的座椅空间也会大上个10几公分，其实就是为了老板坐起来舒服。所以虽然我们会觉得副驾驶这个位置会更舒服、更大，视野更好，但是后排座位更显身份，也更安全。对，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跟身份比你高的人一起出行，你记得要把后排座位让给他。All right, that was a simple one. Next. 哦，6点32分了。累了，那你先回去。我先走了，老板，谢谢你。我真的很好奇，如果说在西方，你真的可以到了下班的点就直接走吗？一般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或者任务做完就可以回家。你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什么叫做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或者任务做完？对啊，工作是能做完的吗？今天的工作做完了，那是不是还有明天的工作害怕？那明天的工作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可以准备下个星期的工作？下个星期工作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可以准备下个月的工作？还有下个月，再下个月，再下个月，还明年的呢？是的，是的，老板，对不起。好吧，开个玩笑，不至于。我觉得应该是在中国，大家都比较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吧。是。那比如说我作为员工，我肯定要想了，老板还没有走，
那如果说我现在走了，那老板怎么想我啊？那老板肯定会觉得，哎呦，小王不热爱工作，这么早就走了，对不对？你就很尴尬。我觉得像那个视频里面，其实在国外应该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也不会那么严格。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然后有那种自习课，老师就会抱一本书走进来，说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来问我，没有问题的同学你们可以下楼自由活动。然后呢，你会发现，即使大家并没有问题要问他，也会低着头，就不会有人下楼。喂，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可以走呢？就等老师说啊，同学们下课才可以走。好吧，太复杂 ，Oh my gosh！你看，所以我们从小就懂得这个领导说的话的意思。OK，so 有一点像前面一样，就是你会在意老板或者前辈的看法，不想留一个不好的影响。对，就是想要面子。Alright， 今天的视频差不多了，对吧？对，这些就是今天的内容了。然后我们未来也会做很多类似这样的内容，跟大家一块儿去聊聊中国的文化，然后一些真正接地气的口语，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如果你喜欢学中文，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或者 you just like to see our beautiful faces， 那可以关注我们。还有，记得打开下面的那个 notification button， 这样后面你不会错过我们的什么内容。因为如果你错过，你肯定会后悔，是不是？是的。好的，那就这样吧，拜拜。喂，如果你有关于学中文的问题，记得留言告诉我们。记得要留言哦。Alright，拜拜。